都给炮兵玩就好了啊！你是不是觉得期待工兵英雄在竞技场太恶心啊？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观众敲碗很久的竞技场的配置，还有技能相克。大家一定都有一些基本概念，把硬的英雄放前面当坦，攻击型英雄放后面当输出。前面你要放步兵加骑兵英雄，或者是2个步兵英雄都可以。后面你要放3个工兵英雄，或者是2个工兵1个骑兵都可以。不过要注意，不要让士兵太过集中，不然就会很容易被范围技能一次性秒杀。现在索菲亚站的位置通常是最安全的位置，一般来说会把攻击力最强的英雄放在这，但是在5代之后开始有一些英雄技能会专门打你最后排的角色，所以我现在认为那个位置也不一定是最安全的，可以客制化调整一下。通常步兵的技能都是最快发动，再来是骑兵，最后才是工兵。因为我的羊还有威龙技能同时都打到了对手的7代工兵身上，对手输出大减，所以这一场胜利就没有悬念。如果战力差2N 以上，通常会被前排碾压，除非你在配置上有很严重失误，一次性被对方大量炮击死掉很多士兵，不然有2N 的战力优势，对手连要处理掉你的前排都非常困难。另外，越新世代的英雄在竞技场的血量越多，所以大家都尽量拿最新的2到3个世代以内的英雄出来打，才不会动不动就被对手秒杀。我觉得有几个竞技场特别强的英雄，简单带大家了解一下他们的技能。首先是维维安，他的这一招金币弹跳范围攻击很强，而且大招是专门锁定后排英雄的金币冲击，只是在现在7代的环境下，它相对比较薄皮，在5代6代的时候它都是非常强势的。再来是斯路德，斯路德的飞斧第一次发动是7秒，它可以一次性丢出5个斧头，而且有30% 左右可以造成晕眩，这是非常强的控制技能。这个技能可以拿来克制7代攻，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。6代英雄我只有羊跟索菲亚，羊的技能是直线范围伤害，它没有控制技能，而且技能发动时间要9秒，并不算特别强，但是它可以针对敌人后排去做伤害，搭配其他英雄的技能，有机会一次性把对手的7代工兵拔除，比如维维安的金币冲击。但是7代工兵英雄技能比他们2个更快发动，所以能不能存活到那时候也是个考验。再来是6代骑兵索菲亚，他的第一次技能发动需要7秒，发动的特效其实不明显，可以看到敌方索菲亚加上这群士兵突然转向打自己人，这招技能我觉得还好，如果放在敌方步兵英雄身上也没用，因为步兵英雄技能释放的更快，至少要让它放在敌方骑兵英雄或工兵英雄身上，那前排步兵英雄又需要很快解决，我觉得实现上有难度，所以我只是把它拿来当做副坦。如果要排列的话，就把它排在敌方骑兵英雄的前面，不要排在步兵英雄的前面。如果他的技能放在对手骑兵英雄身上，有机会让对手大绝放不出来，这样子就赚到了。6代英雄我觉得竞技场都没有特别强势，崔顿有无敌技能，或许他很强，但是我没有这个英雄，所以无法测试。再来是7代英雄，目前最强势的前排查尔斯，除了血量是目前最多，你看看他那范围晕眩技能，甚至可以晕到我后排的射手，所以不要拿骑兵对着他，不然他就会太深入，一次晕到你的后排。前排的位置就要稍微调整一下，让步兵在前面跟他1对1。最后就是目前最恶心的射手7代工兵英雄，他的范围攻击大到夸张，竞技场最强输出就是他，而且他连普通攻击都是范围攻击，你不管怎么排列，
他至少都会炸到你2坨小兵。接下来我就要教你怎么样克制他。首先要感谢我的对手，他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测试，让我发现了威远龙的克星，就是斯路德。仔细看他的威龙，准备要放大招的时候，斧头砸到他脸上，晕眩，直接断招，他的大绝就没了。因为斯路德第一次技能7秒发动，威龙要8秒，这个技能发动的时间差，加上斧头的飞行时间，刚好让斯路德变成有机会克制威龙的推手。他把前排步兵、骑兵英雄位置对调，可是他后排3只都是工兵，造成了他的弱点。虽然斧头只有晕到他的小兵，没有晕到他的威龙，但是因为我部队够散，存活下来的骑兵多坦了2下，所以勉强获胜。他又微调了一下位置，挑战我第3次。他这次有几个点做得很好，前排的位置引导我的部队排列成这个方向，羊的直线范围技能跟威龙的范围技能搭配得很好，刚好斯路德也没有晕到他的威龙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可以3战2胜，所以我觉得斯路德对于威龙是有克制性的。如果没有斯路德怎么办？这边示范一下，我挑战比我自己强的对手，没有斯路德的时候该怎么应对。第一次威龙直接炸掉我大部分的士兵，所以就惨败了。第二次我微调了一下索菲亚的位置，因为我想要让骑兵坦久一点。虽然一炮下来我的工兵都没了，但是剩下的骑兵小兵跟我的威龙是分开的，所以我还有机会发出最后一炮，跟他同归于尽。没错，同归于尽算是赢。系统说赢了就是赢了。最后在竞技场如何快速冲分？我通常都会在结算前2分钟直接把10次的次数全部打完。只要你打得够快，想要压最后1分钟也可以。记得使用这个退出的功能，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结算，并不会影响你的胜负。经过我的测试，如果你想要加11分，那对手的分数必须要比你高18分以上。只有比你高17分的对手，你打赢了也是只有加10分。这边测试了一个比我高32分的对手，结果打赢他也是加11分，不知道要高多少才会变成加12分。如果有明确知道的观众，可以在留言区分享给大家。那以上是我对于5代之后的竞技场生态经验分享给大家。除了竞技场的强势，如果想了解7代英雄在战斗或者是打熊到底该怎么选择，我会建议你参考一下这一篇，让我分享给你这边没有提到的英雄艾瓦的厉害。